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小甘。今天又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开箱环节。今天开箱的这个产品，某种程度上来说啊，它不是一个品牌的产品。从官网查询的资料，再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认为这款耳机更多的是3个品牌互相融合的一个产物。它就是来自爱立和的 Luna。为什么说它是3个品牌融合的一个产物呢？接下来开箱跟大家仔细说说。在开箱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款产品。我们知道爱立和本质上面是一个播放器品牌嘛，然后也做了一些联名的高端产品，比如说和 V1 联名的 Aura， 和拜亚联名的 T9IE， 和 Empire 联名的 Novus 和奥德赛，以及和 Campfire 联名的 Solaris X 探路者。另外与 GH 以及 Final 都做了一些联名产品。前面说的这一串无一例外全部都是联名产品，它是一个合作形式的产物。而 AK 自己的耳机到目前为止一共是有3款，第一款就是 Zero One， 第二款是 Zero Two。Zero One 大家都知道的是一个非常难驱动的耳机啊，那个耳机从我的角度来说啊，就是属于上方有奇迹的声音。但是如果说您用一个便携播放器去推 Zero One 的话，那么这个声音可能出来的可能会出现的有些空洞和乏味。而第二款 Zero Two 的话，在驱动性方面就改善了很多了。到目前为止 ，Zero Two 我依然认为是一款非常不错的耳机，无论是音色还有外形方面，我认为都是 OK 的。只是 Zero Two 的低音可能需要我们去换根升级线来进行一个适当的弥补，比如说像拉菲尔等等。但是对于前端驱动力的要求，远没有 Zero One 那么的过分了，就变得好驱动了很多。前面说的 Zero One 和 Zero Two 都是 AK 爱立和自己的耳机，然后到了今天的第3款产品，我一直以为 AK 要将这个产品命名为 Zero Three 之类的。结果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叫 Luna， 并且在结构方面，我们知道就是之前的 Zero One 和 Zero Two 都是混合结构嘛，而这一次没有用任何的混合结构，只用了1颗单元单平板13毫米的单极平板，其他什么单元都没有的，就1颗。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说这个 Luna 虽然不是联名，但是我认为胜似联名的一个产品。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包装，背面这里有印着 Made in Japan。就是之前的 Zero One 和 Zero Two 都是印的这个 Made in Japan， 然后正面的话是有一些凹凸不平的这个感觉的，有点像水滴啊。打开之后就是 AK 了，没有其他品牌的信息了，但是略有乾坤。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标志性的耳套，这个耳套想必镜头前的大部分朋友们都见过啊，就是 Anytech 的巴洛克，分别是 S 号、M 号还有 L 号3个尺寸，然后就是这个线材了，线材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线材这一次是采用了 Anytech 的一个线材，材料是 OCC 加镀银 OCC， 也就是单晶铜和镀银单晶铜2种材料搅合在一块的一个4星结构。然后我注意到有一点是，就是这款线材的5金件，就是分线器，还有那个4.4插头的外壳以及0.78的这个外壳与耳机本体的颜色是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的。但是这里要小小的吐槽一下啊，就是0.78的外壳与耳机的外壳之间有一点点的这个色差，这一点我认为做的不是那么的完美吧。然后在单元方面，官网明确表示，Luna 的这颗微型平板单元是和日本的 Model 联合研发的。因为目前做平板单元呢，而且是自研的啊，我印象里面 Model 是少数的几家，所以这款耳机从我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3家联名的产品，分别是 AK 的设计工艺，然后 Anytech 的线材，以及来自 Model 的单元技术。也正是结合这几点，所以我认为这款不是联名的耳机胜似联名。然后这里配件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一张 warranty card， 一个小卡片，上面有序列号，其他就没有什么了。好，这个我们就先不去管它了，我们着重看一下耳机本体。哦，对，还有个耳机包。在看耳机本体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耳机包啊，因为这个 Alcantara 的盒子我认为做的还不错的，应该是的，摸着对。哦，这里还有一对海绵套。这种意大利的 Alcantara 材料，我认为在亲肤感上面做的还不错的，但是它有一个小小的毛病，就是夏天的时候它会吸汗，这一点大家适当注意一下就行。其他配件还有吗？没有了。好，这个也先不去管它了，因为这个盒子其实设计方面和之前的盒子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异的，与 Zero Two 的便携包设计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材料发生了一个改变，用的更加高级一点了。好，接下来我们回归到 Luna 这条耳机本身。这款耳机在外形上面有2点，我认为是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的。第一点的话，就是这个0.78的母座啊，
Luna 配备的0.78母座是有一个凹槽的，可以将我们0.78线材的这个台阶给它完全的插入进去，所以我们在耳机外面是看不到裸露的这个黑色台阶的，这在视觉上面会营造出一种很强的一体感，就是看着没有那么的违和的嘛，看上去更加的美观了。并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当插入到这个凹槽里面的时候，它可以有效的避免我们耳机出现说松动啊、断针啊，或者说弯折的一些情况，因为等于说这个外壳起到了一个保护性的或者说支撑性的一个作用了。我认为这个设计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可惜啊，现在很多超旗舰耳机在这一方面做的不是特别到位，这个细节我认为是要给一个赞的。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个钛外壳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用钛去做播放器外壳或者做耳机，这个其实不新鲜啊。但是这一次 Luna 的这个外壳还是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因为手摸上去之后，这个触感非常的光滑，也非常的细腻。我认为 Luna 这一次在钛金属的加工工艺上面也是处理的非常不错的。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佩戴了，因为不瞒大家说，这款耳机我收到之后就迫不及待的试听了一下。毕竟 Model 的平板对吧？之前的622还有821给我留下的印象确实不错，确实是蛮好听的，所以迫不及待的就试听了一下。那么传承自 Model 技术的这个 Luna， 我肯定要第一时间感受一下的，先听为快。所以我前面试听了一下，有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这个佩戴。这个佩戴有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之前821还有622的腔体都是有一点点大，但是佩戴上面没有太大问题啊，只是说腔体的体积有点大而已。而这一次到了 Luna 之后，居然腔体不增反降，当然了，价格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因为 Luna 的售价高达$2700，如果我们将$2700换算成人民币的话，要将近2万人民币了，价格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好，下面我们就简单的聊一下听感，因为这款耳机我也是刚刚拿到嘛，还没有做深入的一个试听，只是尝鲜啊，所以这里我就点到即止了。这款耳机给我留下的第一点印象就是 Luna 对于前端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如果说您给它一个小尾巴的话，还是会出现一些平板单元固有的那个碎裂感。但是啊，如果说您搭配一个播放器搭配上去的话，这种感觉就完全不存在的。就我自己的观点来看的话， Luna 应该是目前平板耳塞的 number one 级别了。当然了，这前提是您搭配一个强有力的前端，也就是说平板耳机对于驱动力的要求，我认为还是客观存在的。在我看来啊， Luna 这款耳机的声音风格呈现出一种大开大合与自然宽松相结合的一种录制，这种音色让我想到了一个头戴耳机，就是有一点点 HiFiMan H1000U 那个感觉了。在顺态表现方面，也就是弱音表现的是比较到位的，而在能量感方面也是具备很强的冲击力的。我们如果说去对比一下市面上一些常见的平板耳塞，比如我们对比一下 Model 自家的旗舰 Model 821的话，我认为 Luna 这一次对比821有2点是有了进步的。第一点就是对比821来说，降低了对播放器的需求，因为821真的是上台有奇迹的一个耳机。如果说您用随身播放器，哪怕是旗舰级的去推，可能也有那么一点点施展不开。而这一次 Luna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万元左右的播放器，比如说像 Ken Ultra SE300也是 OK 的，只是说尽量不要用小尾巴而已。第二点的话就是声音的细腻度了。我们知道平板耳塞有一个固有的顽疾，就是三频显得不是那么的细腻，流畅度不是特别的足。这个问题在很多平板耳塞上面都出现，这是平板耳机的原理所决定的，不是一家，是很多品牌都有的。而这一次在 Luna 身上，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的存在了。我用 SE300去推，都可以表现出一个自然、细腻、流畅的声音效果。所以也正是因为这几点，所以我认为 Luna 是目前市面上最强的一个平板耳塞。如果非要给 Luna 划分一个音色取向的话，我认为更多的是流行向吧，就是 Luna 的声音比较的抓耳，比较的讨喜，上下两端都打得很开。而在声场方面，我认为 Luna 是完完全全可以跟超旗舰去掰腕子的存在了。横向声场与纵向声场都表现得非常不错，三频框架是营造的非常的健康的。那么 Luna 在音色上面有没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呢？我认为还是有的。第一点就像前面说的，对播放器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需求的。第二点的话就是声音的这个柔和程度了，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喜欢听那个模拟感，声音具备一定黄昏感，就是那种具备暖色调音色的一种声音表现。而 Luna 的话，我认为它跟暖色调其实是不搭边的。如果说您追寻的是模拟性的话，可能在 Luna 这款耳机上面不一定能找得到，因为 Luna 我认为整体声音更偏向于流行或者说现代吧。如果说您听流行音乐居多，追求一定的速度感，还有快节奏，并且希望在这个基础上面声音尽可能表现的宽松自然一些的话，还要具备大的动态以及扎实的低频，那这个时候我认为 Luna 是可以的了。我注意到一点，就是这个插头插进去之后，我们左右动前后动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松动的这个情况，但是插拔的手感又很紧，所以这方面可能是存在一些公差。但是好就好在它不会对我们的这个使用构成任何不利的影响，这方面大家适当注意即可。好了，那关于本期露娜的开箱以及简短的这个听感分享就先做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观看，我是小甘，我们下期开箱再见。